很多人以为抱抱亲亲就是谈恋爱，抱抱亲亲只是恋爱。饭圈女孩也有好几个墙头，对不对？说我呢？学历不代表感情不会有问题。嘿嘿，这一视频啊，中露露，哎呀，不忘初心的，这是一个用短剧的形式来表现日常社交场合的一些小心机的节目。刚好这期视频呢，也可以考考在看视频的你，看看我们想到的那些点有没有跟你的是契合的呢？之前记得先点个关注，再往下看哦。今天主题是第一次约会，如何在对话的时候一接一抛，让我们对话更有意思，让你们关系更进一步哦。那第一次见面呢，首先我们要避免无效社交哦，当然，对不对？当然，避免无效社交的最重要的2个点要把握住的，就是展示自我和了解对方。我们以这个共识往下看。那你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喜欢约什么样的活动呢？在线抽查现在年轻人的社交方式。第一次见面不要看电影，看这个电影2个小时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因为它就是达不到展示自我和了解对方的目的。万一还是个烂片儿，那背锅的一定是选这部电影的人。那个时候你还买了票，你不仅买了票，还要背锅，实惨毁灭吧，赶紧。或者是被小恶魔心机女不断考验品味的一次约会。男主呢，就是这位25岁的年轻人，长得苦苦的，面向大师上线。这一天呢，他约了一个在社交软件上找到的女孩子，那他们是第一次见面，然后就到了面基这一步了。女主呢跟他同岁，他们约了一个午餐。那女生好可爱哦。第一次约会，我们得找一找聊天的话题吧。米奇妙妙，我也回来了。那初次见面能聊嗨的话题应该是什么呢？重点出来了，其实这个女生算比较主动的了，她已经把聚会引到了要去交流这件事情上面。我们知道谈恋爱，很多人以为抱抱亲亲就是谈恋爱，抱抱亲亲只是恋爱，但是恋爱你是要用谈的才能展示自我，你才能了解对方。男主接招了，哦，那你中学的时候都参加什么社团呀？我都是放学直接回家的那种，因为我不太擅长运动和集体活动啊。反弹，这一下子就是不接你的招。因为男主这个招呢太直白啊，就相当于是，那你平时喜欢什么呀？很多人都会说，都挺喜欢，都还可以。你今天吃的什么呀？饭。如果展开的是一个很大而空的话题，把握不到相对具象的一个话题，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跟哈姆雷特一样，你可能聊的是666号哈姆雷特，但别人脑袋里想的是699号哈姆雷特。完了，这么快就说出话了吗？那下个问题轮到我问喽，你有在用 ins 吗？有在用哦，不过平时就是光看不发，很多人都这样。对，可是我有在用哦，你看看我发的。哦，好厉害啊，都是电影的影评啊！你每次看完都会发影评吗？是啊，我会一个人去看电影，泡澡的时候也会拿 iPad 看电影。呀别，竟然是电影这种最考验人品味的魔鬼话题，太可怕了，还挺难的，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。那还是别聊太深入吧。我对电影之类呢，其实不太了解。如果你觉得有什么电影好看，我也想看看。可以吗？会不会压力很大呀？啊不，完全不会。倒不如说能借机看一些好电影，挺好的。听到你这么说，我好开心啊！我还以为你会讨厌这种话题呢。有求知欲的人，我还挺喜欢的。那么下一趴，男生就开始主动了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呢？笑到少有眼纹的人啊。我喜欢。他这里举了一个日本明星，就是这个大叔，左边这个大叔，确实他又温柔又有趣。不会啊，你也挺温柔挺有趣的嘛。是吗？吃饭之后呢，这个约会其实已经到尾声了。那下一步是要做什么？在之后的约会里边，不要落下现在的进展，也就是说你要开启下一次聚会的话题，对，这样下一次聚会就可以顺着这次的存档往前再走了。所以女生就说啊，你是东京人对吧？我也是，所以给你留一个作业，下次你告诉我，以后你想住在东京的哪一个车站附近呢？这个话题挺好的吧？确实。那下次再联系吧，拜拜。这次应该有机会了吧？你觉得他有机会吗？有吧？就刚刚大家一起跟我们看完了这个片段，怎么样 battle 吗？是不是要跟我 battle 到了？刚刚我们已经明确了，在初次约会的时候最要把握的2个点：展示自己，了解对方。但这个东西呢，现在大部分的人第一反应，你喜欢吃什么呀？你喜欢玩什么呀？你喜欢看什么呀？这种就会让对方无从回答，而且会觉得你这个人好无聊。现在这个时代，特别是我们中国啊，移动互联网这么发达，每天接受的讯息这么的多，饭圈女孩也有好几个墙头，对不对？说我呢？就是我们不是说了解这个人嘛，了解这个人，你尽可能的是了解他这个人的本质。对，喜欢吃什么，喜欢玩什么，马上更新换代了就没了。现在社会这么发达。对啊，我前一天还喜欢吃日料，第2天我就喜欢吃兰州拉面。了解对方，也不是说聊得很深，我们只要能先聊起天来，一切都是好的。
但有一个雷区，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，要避免触及隐私性的话题，对，包括家人啊、工作的很具体的信息啊、身体状况。这不就是在骂人家那种相亲的？就是你月薪多少，家有几套房，要买多少万的车，你以前有没有得过病？不要上来就是问，一直问问题的话，其实是有目的性的。我觉得不光是有目的性，还有侵略性。这个是能够被人反向读取到你的目的。然后前面男生问到他以前社团喜欢什么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呢，你可以改成，哎，你参加社团吗？啊，就是如果说不的话，就说，但是其实我之前在社团里面有什么什么好玩的事情，把自己经历讲出来，这就是一个展示自我的过程，这样就可以反过来自己占有主动。对，其实昨天我们刚经历过一个一模一样的事件，就是我们去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是那种第一次见面就可以自来熟聊得很嗨的人，然后大家就会对他有好奇，说，哎，那你怎么会这么有意思？发出了一个疑问，然后我们当然是读到了对方试图在了解我们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说出了当时小钟因为高中时候被校园暴力，让他自己内心急速的成长这样的一个经历，结果当场的4个女生全都有被校园暴力的一个经历，对，而且有的女生是被肢体暴力过，然后小钟是精神暴力，对，还有冷暴力，大家彼此有那种气场，感受到对方有一种特质跟自己一样，而且因为这样的共同经历，大家一下子就彼此多了10万分信任感吧。对，然后后面就聊了特别多，就是可能要见800次才会聊的一些东西。是，因为我们经历多了以后，发现很多人能表现出来的状态跟他以往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。如果这个人看起来很单纯，他可能父母的工作都会比较稳定，让他保持在一个很平静的环境里，他看起来特别的机灵有趣，可能他成长的环境里边，比如父母有生意来，见了很多不同的人，他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人，这都是可以有一个倒推的，应该说要相由心生，对，展现出来这种连接是会有感觉的。对，女生开始展示自己了，她就拿出了自己的 ins， 对，比如说像我们会拿朋友圈，会拿自己的豆瓣的影评，平时画的、拍的这些作品分享给别人。相比较语言来说，视频画面是一个更高效的交流方式。对，它甚至能带出你当时拍摄的心情，你去到过什么地方，它包含的这种视角是语言很难单纯的表达出来的。对，就你1秒钟看了那个图片，或者是几秒钟看了那个视频之后，你就可以用长篇大论去描述我当时在干嘛，我为什么在那儿干嘛，做了这个事情之后，我的心情是变成什么样子，也有可能是这张照片改变了我这个人。对，很多人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找到话题，我对很多东西都不懂或者没有兴趣。其实生活本来就是你的素材库。对，我们俩平时最爱干的事就是观察生活，当然不要去 judge 别人啊，没有人喜欢被别人评价，但是他一定会喜欢被别人发现自己的闪光点，就是有发现没的那个眼睛，所以就是自己的心境啊，非常影响自己的这个气场。这个其实挺玄学的，但是有科学依据的。之前我们说过的啦，就是你要是经常皱眉头，可能脸上就会有川字纹，表示这个人是一个很多思虑的人。不爱笑的人，他的面部肌肉一定会萎缩，那整个脸就会往下耷拉。那爱笑的人，这个苹果肌就会比较饱满，因为这边老提拉嘛，就运动了，这个肌肉肯定会长大。如果你老叹气呢，身边人就会觉得他心情不好，然后大家就不敢跟你说话，或者是小心翼翼的对待你，无形之中就影响了身边人的这种反应。相由心生是很有道理，还有很重要就是刚才男生问的，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人？就人跟人是有气场相合的。如果你喜欢一个类型的人，你一定是在你的三观上会被这个人的行为所影响。就像你们喜欢中中路路哒，你们一定会变成更善解人意、更温柔、更好的人。你知道关注我们的人里面呢，有老师、医生，还有一些博士、博士后。学历不代表感情不会有问题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喜欢笑起来眼睛上有笑纹的人，就像左边这个大叔，这里呢其实后面有一个解答，说他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让人觉得很容易亲近的一个小心机。为什么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像有些人会说类似于他喜欢下垂眼的人，比如说小钟啊，白敬亭、李圣基 I love you， 但是他在见面的时候没有说啊我喜欢下垂眼的人，比如说白敬亭这样说就是相对有些距离感，而说是啊我喜欢有下垂眼的人，就像露露这样的，举出了一个相对平和的人，也会表达出很容易让人亲近的感觉，你能明白吗？我能明白，而且我也知道，就是有一些姑娘呢，她就是把自己的爱豆当做自己的今生挚爱，找对象的时候一直是按照她爱豆的标准去找，所以导致她很难谈恋爱。所以我现在是朴宰范。你说的很好啊，哥，谢谢嘉乐。那刚才也说到约会的结尾，他们对下一次约会也开启了一个话题。对，这个问题很巧妙，你喜欢住在哪个车站附近？其实
实车站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说的地理位置、财力，包括还有你对生活方式，生活的需求，就包括生活方式在里边了。这就说明了对方对你这个人开始感兴趣了。所以我们结论就是这个男生他有很大的机会。对，我们最后要强调的一个就是大家少问问题，因为这个是最多人出岔子的方式。对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不要说你喜欢什么什么吗这样的一个句式，而是那你什么吗？在我们以前聊天的记录里边也有吗？搜那你非常多，每一天都有。这个那你呢，非常的玄，非常的妙，它就有一种亲近感。接下来阶段要比之后更好啊，我是要出差是吧？对，哦，然后小钟说，那你说是不是要比之前更好？那你说，当然啊，那咋调整嘛？他说改变改变，那咋改变嘛？那你自己再去想吧。反复出现这两个字，就我总觉得，如果说单纯说一个你今晚几点能忙完，那改成那你今晚几点能忙完啊？回应了你前面的话，然后又引出了下一个话题。每天都有。我怎么那么爱说那你来接我，那你待会儿再打一个吧，那你今天走，那你老婆快乐啦，那你觉得我呢？那你不如叫我3杯鸡，那你晚点再买，那你也不是单独，那你拿猫方便吗？那你也不会一直没有给过3连吧？那你白嫖了之后心里不会难受吗？就这两个字有魔力，就那你就会让距离更近，对，聊天更密切，好好用，你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吗？那你觉得呢？完全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那你学到了吗？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这里是蓉蓉，露露。那你的。 Like Kim in the face, like Rihanna. 你们记得聊天的目的是什么了吗？2个词啊，那你不会忘了吧？总共就2词儿，8个字儿。那你的朋友有没有关注我们呢？好好用啊，就感觉所有的需求加一个那你，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难开口。对，我们是真的有天赋，我觉得。